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相信各位已经看到匹配结果了，没错，960与1093第5次会面，他们将要决斗第2场了吗？那没有想到188也是在同一个地图里面。那各位看到这个地图其实觉得还蛮神奇的，因为你们可以发现到有2个阵营他们是拥有5个王国，然后连1093都有一个王国跟他们在一起。相信会有不少玩家觉得很离谱，为什么1093人数这么多，战力这么高了，还要配多一个王国给他们？那这些发出疑问的玩家应该是没有看过我之前所发布的影片，因为1093他们并不是把全部玩家集中在一条路线，他们是分成了3条路线。所以根据这一点，我相信有一些玩家他们做出来的数据跟我的数据会有所不同，因为我这边是根据他们分线报名的战力还有报名的联盟击杀来做记录的。那同样的，我也会根据188这边分线报名的战力联盟来做记录，他们的击杀战力有多少。至于960跟回原本的数据就可以了，因为我看到他们大多数报名 KVK 的玩家都是集合在 MX 跟 GT 了，所以跟原本的记录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这边分线报名，唯独我没有拿到的数据就是3213，因为我没有账号在这个网国里面，所以我只能根据他们原本300名玩家的战力还有击杀来做记录。这个就是我所做出来的数据啦。那这边的数据呢，可能有一点点的差距啦，但是不会差距到太大。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会根据他们分线报名所报名的联盟战力还有击杀做记录。那看了这个数据之后，各位可以更加明白为什么1093会配多一个王国给他们了，因为他们的击杀比960还要更低。那么如果策划的想法是让1093负责带队带着另外一个阵营去打这场 KVK 的话，那他必须要让93的击杀战力跟960接近。那很显然的，击杀是差不多接近了，但是战力是明显超出了很多。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你们要找到一个阵营或者是某一个王国的击杀要跟960一样多的话，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960现在还是击杀最多的王国，所以他必须要配多一个王国给1093。毕竟你们也可以看到，尽管官方已经配了一个2027给1093，但是他们加起来总数击杀还不如960。所以960的玩家就不好抱怨为什么93他们有多一个王国了，是你们自己把击杀提升的太高了。OK， 那么如果只是根据战力来看的话，那960的人数还有战力呢，肯定是全部阵营里面最少的。所以有玩家提出1v3，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你们想都不用想啊，960就那100多个玩家，你想要他一个王国打全部王国吗？你们真的是，哎呀，太离谱了。至于另外2个阵营呢，多数都是没有分线报名的，就只有一个3213是有分线报名，但是我没有他的记录啦。也就是因为没有记录，所以全部玩家基本上我都是根据前300名的战力来做计算的，所以他们这边战力普遍会比较高，也算是正常的。不过一方面他们战力高，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击杀也比较低，所以你们才会看到，尽管是已经有5个王国在同一个阵营里面了，但是他们的击杀还是不如960。不过现在时代改变了，只要你的阵营人数够多的话，还是有机会可以打败960的，所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啦，到底谁会赢。至于如果你们说要比较公平的话，最好还是2v2啦，因为这个地图没有得选了，你只有4个阵营，而且你如果根据1v3来看的话，不管谁跟谁打都是不公平的，最好是2v2。那如果是2v2的话，其实双方都有的选择，只是看他们想要跟哪个阵营合作而已。如果我们是根据击杀来看的话，其实双方都蛮接近啊，所以1093可以选择土阵营或者是水阵营，960也是如此。但是可以说这2个阵营呢，都是以越南玩家为主啦。就比方说水阵营的2975，他们是越南玩家，然后在土阵营那边188就是越南王国。而且上一场 KVK 960跟1093两边合作去打越南王国2377，还有他们的兄弟2975，所以我不确定2975会不会跟93跟960合作，这个就要看他们之后私底下是怎么谈的了。那同时间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爆料，就是2293有 Chisco 的小号就看他们怕不怕 Chisco 会带领他们走向失败了。那其实 Chisco 的小号是没有诅咒的啊，他大号是有诅咒的，他小号之前赢过蛮多次 KVK 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啦，只是看960要不要跟他们合作而已。并且各位也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旧的王国，就是1786。那其实960有一些玩家其实是从1786那边移民过去960的，所以他们会不会想要跟以前的朋友合作呢？这个也是考虑的一点。
但是以这两个阵营的实力来说的话，其实我会觉得188会比较强一点啊，就是土阵营会比较强一点。但是如果960跟188阵营他们合作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时区的问题啊。那如果960那边比较多亚洲玩家，那188那边也是比较多亚洲玩家的话，就变成说可能到凌晨半夜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玩家了。所以这场 KVK 呢，就只有左打右，又或者是上打下而已，没有其他的选择。当然还有一个极端的选择就是 Free for All 啦，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会选择那个方法去打架的。这一地图因为是英雄战歌的关系啊，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说谁会拿哪一个区域啊，因为这个地图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能说如果关市开放的话，或许93跟960他们可以主导一边的区域5。当然或许有些玩家会想着说有没有可能1093跟960合作哇，如果这两个王国合作的话，他们的击杀就很高了，比那两个阵营也就是水跟土阵营的击杀还要高出很多。当然如果要给玩家带来视觉上的盛宴呢，是不可能960跟93合作的。那960跟93对打的话，有没有机会960报仇成功呢？那这个我就不敢确定，因为93厉害的地方还是他们的策略，而且本来93就有人数优势了，虽然他们已经分成其他的路线了啦，但是他们又有多出一个王国出来，所以他们的人数还是比起960还有更多的。93不只是策略性很强，他们的执行能力还有他们编排的能力都很强，可能还会发生在黄庭的时候93的旗帜是建得比960还要更快的事情发生。还有在这场地图中，盟友也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们要认真的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盟友了。但是这场地图因为他们是报名英雄战歌的关系啊，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太激烈的画面啊，就最多关市关卡器可能会互换一下门口还有黄庭而已。那这边说完960跟93的 KVK 之后，我们要小小的插曲一下1365的 KVK， 因为我在之前的影片有说过他们报名别的地图，之前是看他们报名神级妙册，但是神级妙册似乎是找不到匹配。那原本还想着说他们会不会有可能去报名英雄战歌跟1093还有960再一次碰面呢？结果他们报名精兵伐谋很显然的他们就是想要避开960跟93就对了。但是你们也看到我这张截图了，没错，他们匹配失败了，显然就是他们的战力跟击杀太高了，找不到对手给他们。就等于说如果365下一次要匹配成功的话，可能要跟2489碰面了，下一次报名会有2489还有1875。那如果365 2489 1875他们在同一个地图的话，应该也会蛮有趣啦，至少1365不用再碰到93跟960啊，这两个王国现在不好对付。以上就是1093还有960的匹配结果还有数据，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那当然数据方面可能有一点点误差啦，如果哪一些错误或者是遗漏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